我们6纵面临的作战任务就是打下拉吉县。大家看看，这就是拉吉县。拉吉县位于吉林以东长白山路地区，这一带崇山峻岭，绵延100多里。拉吉县从沟底通过，两侧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。现在敌人控制了拉吉县，并且在沿线修了不少钢筋水泥工事。拉吉县上的守军是号称天下第1军的38师全部以及3个保安团，总兵力15000人。那他们的兵力在拉吉县上是怎么分布的？第38师师部率2个团和1个保安团住在吉林市，保安第7团驻吉林东北天罡一带，38师的112团驻老爷岭。这个团是新一军38师的主力团，这个团的团长，你们大家想必都听说过他的名字吧？听说过，是张杰之。对，张杰之，这个家伙在滇缅抗击日军，立过战功。美国总统罗斯福给他授过勋章。听说这个家伙打仗很有一套啊。我军先不必打张杰之，先攻下拉吉县上的天罡。天罡的保七团是敌人防线的薄弱点，而且这个部位又非常靠前，歼灭保七团可以将拉吉县拦腰切断，割断吉林与老爷岭第112团的联系。对，打掉天罡，然后孤立112团。共军占领了。哎呀，我也紧张了。听说只用了1个多小时，共军就把天罡的保安7团给吃掉了。兄弟们，你说这老爷岭守得住吗？咱会不会被共军吃掉啊？兄弟们，咱们这里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共军几条破枪，几门烂炮，怕什么？团长，洪学智的部队可是1个小时就攻占了天罡，吃掉了保安7团呐。那保安7团是一群饭桶，一群草包。咱们112团是美式装备的精英部队，在滇缅战场上打的日军是闻风丧胆，是不是啊，弟兄们？是。大家给我好好的守住老爷岭，这里是我军向哈尔滨进攻的东线跳板。杜聿明军长严令我军一定要守住老爷岭这个点。是。报告，报告，杜舰长来电。张团长，共军6纵攻占了天罡、尤家屯和江密峰等要塞，拉吉县40公里路段被共军切断，老爷岭处于孤立状态。共军6纵正聚集部队于老爷岭一带，112团能守则守，不能守则考虑向吉林市撤退。守住老爷岭。是。这个老爷岭啊，是吉林东出交河的山险隘口，工事坚固，地形险要，我军主力不必拒敌过近，应该放开缺口，尽量诱敌离开工事，以便在运动中歼灭之。首长，我们怎么让敌人离开工事啊？佯攻吧，在总攻老爷岭之前，不断派兵去佯攻，使敌疲劳，并查明敌人火力点的情况。我军现在已经打下了拉吉县上的几个点，敌112团
处于孤立状态。我军向老爷岭佯攻开火的时候，敌人很可能就成为了惊弓之鸟，有撤退逃跑的可能。112团如果逃跑的话，一定是朝吉林市方向逃跑，到那里与守敌会合。杜医师在，你们要插到老爷岭与小丰满之间，切断敌人往吉林逃跑的退路。是。54团在，你们今天晚上要向老爷岭的6道河子西北高地做试探性的进攻。是。快快，跟上跟上！哎。喂，军长。张团长，电话里这么吵啊！军长，今夜共军可能要对老爷岭发起总攻了。啊！张团长，把部队拉下老爷岭吧。不守了？不守了。112团是我军精锐部队，一定要保存实力，不要让共军吃掉了。命令112团马上向吉林市撤退。是。马上撤退。是。报告，司令员，林总来电。林总有什么指示？询问攻打老爷岭的进展情况。向林总回电报告，我军现在已经向老爷岭发起了佯攻，摸清了敌人的火力点，诱敌离开工事，随后歼灭敌人。是。提醒洪大个子，守老爷岭的敌人可是块硬骨头，是孙立人的112团。问他，打掉这个团需要多少时间？是。给林总发报，干掉112团，估计要7天的时间。报告司令员，林总要来电了。怎么说？老爷岭易守难攻，新一军要是强劲对手，老爷岭暂时不打了。不打了？报告，陈团长，你来的正好。昨天你们佯攻老爷岭，辛苦了。现在，林总来了命令，让我们暂时不打老爷岭的112团，我们6纵准备撤。啊，撤？对。报告洪司令。112团准备逃窜。逃窜？你怎么知道？54团昨夜偷听了敌人铁路上的电话，张节之的部队要撤出老爷岭。真的？军中无戏言，我哪里敢跟您开玩笑啊！好啊，蛇要出洞了，那咱们就打他个措手不及。把这个新情况马上向林总报告。是。
做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当年楚霸王兵败乌江自刎，我张节之也不是孬种，今天就要与共军拼死一战，大不了死在这松花江上。团长，咱们撤吧！没有退路了，只有拼死一战，上！请点的仔细点儿。首长，我们活捉了国民党112团副团长。你就是112团的刘副团长吗？必然是。我说你们112团守着老爷岭，做了那么多的防御工事，为什么会突然撤呢？不瞒长官，这次112团失败，是杜长官指挥不果断，一会儿叫守，一会儿叫撤，致使112团全军覆没。是吗？那你们团长张节之呢？他就是在这附近被炸身亡了。死了？哎呀，这张节之的名字我是早听说过呀，打日本鬼子还是有些名气的。可惜了，可惜了。老枪，到，你带几个人把张节之的尸首找到。首长，我没见过呀，怎么找？你认识，你带他去。遵命。走吧。这就是张团长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这就是美国总统发给他的勋章。吴老强，哎，你负责去买口棺材。啊，司令员，你还要给他买棺材？把张节之的遗体清理干净，换上衣服入殓，然后派专人送到吉林市他的夫人那里。司令员，你对他也太客气了。这个张节之啊，曾经打过日本鬼子，可惜啊，他跟着蒋介石打内战，做了人民的敌人。现在呢，人已经死了，咱们念他打日本鬼子立过战功，特殊照顾一下。好，我这就去。把这2样东西亲自交给张节之的家人。好，谢谢了。好的，你放心吧。走。张节之本是抗日有功人士，但跟蒋介石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道路。故念其抗战有功，将其尸体送回，望蒋军官兵以章为鉴，幡然醒悟，弃暗投明。好，你们都来了，叫你们来是商量一下下一步的军事行动。你们觉得先打长春怎么样？长春的攻势比较坚固，有2个军的守敌。我们要打长春的话，起码需要4个纵队。战法是采取大分割的办法，先把敌人的配系打乱。敌人在市区建有很多群堡和建筑物，我军要有对付敌人群堡的办法。我问你，你们当初打下鞍山，是用什么办法攻下敌人群堡的？我们吸取了攻打四平时候的教训，人人都学会了爆破，每个连、每个排、每个班都能爆破，随时可以组织大爆破队。
进行连续爆破。连续爆破是对付敌人群堡的好办法。不错，这个办法好。把这个经验总结出来，要马上在全军推广。是。林总，如果要是打长春的话，必须要组织大炮破队。首先，用4个纵队从东西2个方面把长春分开，然后分割包围。这样的话，才能把敌人的指挥系统和火力配备全部打乱。组织一个爆破队需要多少时间？现在部队的战士们大多都学会了爆破，组织爆破队不需要太长的时间，关键是需要充足的炸药、雷管和导火索。你觉得先攻打沈阳怎么样？沈阳城内和郊区有敌人好几个军，我们要歼灭沈阳的敌人，条件还不够成熟。目前打沈阳有些困难，将来把锦州和长春的敌人全部歼灭掉，我们再把兵力集中起来，集中到沈阳外围，这样就好一些。沈阳、锦州、长春这3个点，最先打哪个好呢？先打锦州。为什么？因为这3个点相比，锦州是最弱的一个点。锦州兵力少，工事也不坚固，另外钢筋水泥的房子也不多。我们先把锦州这个点拿下，沈阳和长春也就孤立了。到时候我军不打，困也能把他们困死。另外，沈阳和长春的机场，我军用炮火也能够控制住。好，你们大家也都谈谈。我同意洪司令的意见，攻打锦州。我也同意。可你们想过没有，如果先打锦州，傅作义会派兵来增援的。如果打起来了，那蒋介石当然会派傅作义增援锦州的。我估计他不会派出自己的主力，顶多派2、3个军。到时候，我军可以选择有利地形先行打援，先毁掉铁路，把铁路桥炸掉，连葫芦岗一并炸掉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只需要2个纵队就够了。那你想过没有，沈阳方面的敌人也会派援兵来增援的？那是一定的。我们可以先派部队偷袭，只要把巨流河桥给炸掉，敌人也就无计可施了。可这样一来，沈阳方面的敌人会占领郑家屯、通辽，这样我军的供应线就断了。我们大兵团都集中在锦州，连吃饭都是个问题，怎么解决？我们各纵队会解决一部分。现在正是秋天，我们可以花钱从老百姓手里买，这样可以临时解决一些困难。你说，长春和锦州哪一个攻势强？当然是长春了。在长春，日本鬼子建了许多建筑，并且都是钢筋水泥的。锦州和长春比，那就差远了。我到锦州一带看过，大一点的建筑很少，水泥的建筑就更少了。敌人的攻势很差。锦州也是块硬骨头啊。和长春、沈阳比，锦州这块骨头还不算太硬。我们先打下锦州，那长春和沈阳之地就成了瓮中之鳖。攻打锦州的指挥部设在哪里？第一步呢，指挥部设在复兴。我到复兴看过，复兴的煤矿上有几栋很坚固的水泥楼房，那个地方可以防轰炸机的。好，今天就讨论到这里吧。是，去吧。哎，洪学智，到。你等一等，还有什么事吗？这是天津的一份报纸，有一个叫王履才的人，在上头发表了一篇文章，说共产党的大军打开鞍钢后，把知识分子都赶跑了。有这种事儿？林总，在鞍钢我们没有驻军。
没有赶走知识分子啊。这上面写得很清楚，毛主席已经看到了这份报纸，特意发来了电报。毛主席还发来电报了？上面很清楚，毛主席亲自过问了此事。那么这个叫王履才的人，按过去的说法，就是搞了咱们的御状啊。洪学智，到。鞍钢可是你们6纵打下来的，按主席在电报里说的，你们把工程师都给撵跑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林总，我们6纵打下鞍钢之后，就把鞍钢交给了独立2师，可能是2师弄出了什么差错，我马上回去查一下。查清楚了，你自己向主席汇报吧。是。洪司令，您叫我马上到，是不是有什么紧急任务呀？是啊，有一个紧急任务，你先看看这个报纸。不会叫我来看报纸吧？你先看看。这个报纸有一篇文章，是个叫王履才的工程师写的。人家说我们打下鞍钢之后，把知识分子都赶跑了。我当初可是把鞍钢交给你们独2师的，怎么回事？这，洪司令，这个王履才写的文章可能是误会。怎么误会啊？我是开进鞍钢以后，并没有对鞍钢的工程师进行驱赶。谁都知道，工厂是离不开工程师的。那这就奇怪了，那人家怎么会在这里说咱们把工厂的工程师都赶跑了呢？那他一定是有原因的嘛。独2师进了鞍钢后，很快又参加了攻打营口的战斗，便撤出鞍钢。因为地方党政的接管工作跟不上，鞍钢仍由原来的人员管理。再说，管理工厂，我们的部队也是外行，可能是刚进鞍钢那会儿，咱们有人对厂里的工程师态度有些粗暴吧。工程师是有文化的人，咱们以后炼钢造大炮搞建设都要靠他们，必须要尊重知识分子。这个事儿啊，连毛主席都知道了，你一定要去查一查。啊，毛主席知道了？是啊，你看看，这是毛主席派来的电报。洪司令，我马上去鞍钢处理这件事。马上去吧。是。前面的部队停止前进，停止前进，吃一点东西以后再继续赶路，休息一下。嫂子，来，给。哎，家属拿手枪干什么呀？留给部队战士使唤吧。哎，嫂子，你就拿着吧，咱们部队啊，现在根本就不缺装备。对，这是组织上特意给您配发的，美国造。再说了，咱马上就要入关了，你拿着防身。我要枪干什么呀？还是你们收着吧。给我玩玩，给我玩玩，给我玩玩。哎，妈妈不是说过了，小孩子不可以玩枪吗？妈，我就碰一下。一下也不行。胡子，拿着，给。这又不是真枪，不能打子弹，我不要。拿着，快。谢谢叔叔。小虎，等你长大了，让你爸爸给你一支真手枪啊。前面是董家口吗？是，首长，前面是董家口，也是董家口长城的入口。在前面停一下，到长城去看看。是。
到长城非好汉。毛主席这首词写得真好啊！想想3年前，我们新四军从冷口出关，蒋介石是多么的嚣张狂妄啊！他仗着有美帝国主义撑腰，要在3个月到6个月之内消灭共产党的军队。如今3年过去了，我们打进关了。是啊，我们进关了。敬礼！林总，你们来得好快啊！有任务还能不快啊？东北野战军入关，迅速改变了关内的形势。蒋复军放弃了全部的中小城市，归缩于北平、天津、张家口和新保安以及附近。北平之敌企图向天津突围，天津之敌亦准备进至武清一带接应。另外，天津之敌有向塘沽、海上逃窜的迹象。针对这种情况，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目前制定的方针是：围而不打，有些事革而不为。待我军部署完成之后，将其各个歼灭。好啊，这个决策好。你们6纵都安顿下来了吗？报告林总，部队现在在北平通县一带的村庄里。好。8月桂花边，嫂子，嫂子，里边的水马上就要烧好了，大人孩子洗澡都够用了。你们干了一天活，都累了吧？你们先洗吧，我们晚上再洗。谢谢嫂子。图强，李蛋儿，快来，快来，看不看见？嫂子刚才说了，说你们俩今天辛苦了，让你们先洗澡。啊？行，好，来，我来。哎，好好洗洗啊！好，走。大嫂，天儿这么冷，家里就这一床被子啊？自从鬼子打来的那一年，我一家人就扯着这张被子过冬，都快10年了。这些年闹完鬼子，又闹国民党兵，家里年年打下的粮食抢的抢，征税的征税，老百姓活个命真难呐。杜锁，看看，娘这刚一补好，这布都慌了，一扯又扯破了。娘，你咋啥事儿都怨我呢？这被子是他自己要破的，说是我弄破的，你还犟嘴？这叫什么事儿啊？我打你！我打你！打不着！妈妈，打不着！打不着！打不着！来！打不着！再打我！我打你！你投降吧你！我打你！还是打不着！打你！好好玩啊，不许打架！拿来！给我！把枪给我！哎呀，等会儿！红虎，你这枪能打子弹吗？是木头的。啊？你们不是解放军吗？解放军怎么没有真枪？谁说没有？外面几个叔叔身上都是能打子弹的真枪。那咱们能摸真枪吗？怎么不能？当然能！
你等着，我看一下。哎呀，我都好几天没洗澡了。哎呀，洗洗真舒服啊。哎呀，舒服啊。来，看看这个真枪，给我看看，这家伙真是真的呀！别碰我的，跟我走。好，走。哎，大嫂，这条毛毯送给你。哟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你们当兵的不抢老百姓，就算是烧高香了。这毛毯我不能要啊。这些年，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兵把你们害苦了。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，我们是为穷苦人打天下呀。等全国解放了，你们都能过上好日子。这毯子啊，是我个人的，你就收着吧。给我了，你和孩子干什么呀？我还有被子呢。你们自己被子都那么紧张，经常行军打仗，把毛毯给我，我不好意思要。我们在这儿也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，我心里也过意不去。我也没什么贵重的东西，这是我的心意，你收下吧。啊，你就收下吧。终于拿到真枪了，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嘛！不该，给我看看嘛！你真小气。就是，你这枪里有子弹吗？打得响吗？当然打得响，枪里都是子弹。这可是真枪，如果我遇到坏蛋，我一枪一枪就把他们崩了。真枪，来，跟我走。好，给我看看吧，快点，等等我。小虎，小虎，小宝，小虎，小宝，长官，哎呀，不得了了！这两个孩子趁警卫员洗澡的时候，把他枪拿走了。啊！这枪里还有子弹呢，要是真的玩枪走火了，怎么办呢？坏了，出大事了！快，分头去找！是。小虎，小虎，这个大坏蛋！我家的粮食全都被他抢光了，现在我要惩罚他，让他到我们家地里来看雀。这是日本鬼子，雀也不让他看，我一枪把他崩了。小虎，别开枪！干什么呢？小虎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！我打日本鬼子。你小子，你打什么日本鬼子？日本鬼子已经被我们赶出去好几年了，你打什么日本鬼子？你年纪小，那是真枪，你不能碰，知道吗？张哥，枪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首长。谁拿的警务员叔叔的枪？谁拿的？我拿的。你这个混小子，净给我惹事儿！往哪跑？往哪跑？首长，我让你惹事儿，不能让你惹事儿，让你惹事儿！首长，算了吧，还是放下！我放下！首长，快走！我放下！打枪！说放下！别打！叫什么火？这孩子胆子也太大了，不教训能行吗？还打日本鬼子？哪有日本鬼子？早就被我们打跑了！你倒是打国民党反动派啊！快来！来，放这儿，来，慢点啊！哎呀，别哭啊，别哭啊，都红了，这都。这首长也太不像话了啊！这小孩子淘气不是正常的吗？拿马鞭子抽啊！这下手也太狠了。咱们找个时候得好好教育教育首长。啊？教育首长？他这么狠的打孩子，不是一次两次了。你说那个，他是首长，咱们怎么教育啊？哎，老乡，哎，你不是咱们党小组的组长吗？
这样，你开个党小组的生活会，正好趁着这次会议，让他们进行一次深刻的自我检讨。行，就这么干。你怎么看的孩子，我就搞不懂了。把警务员的枪都给拿走了，这是枪啊，一不小心要出人命的，你惹出人命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是我的错。你错了就完了？我也没想到这孩子胆子这么大，就一眼没照顾到，出去闯这么大的祸。你说他非趁人家洗澡，你拿着手枪干嘛呀？不过你儿子就是太调皮了。什么叫我儿子？那不是你儿子，你就没责任呐？报告洪学智同志。什么叫洪学智同志？不叫首长了？什么事儿？党小组组长吴老乡让我通知你去参加党小组会议。开党小组会议？对，现在就去。张文同志也要参加。哎，大家都来了。首长，来，请坐。嫂子，来，请坐。来。哎，刘双河同志啊，今天我们是开的党小组民主生活会，大家还是彼此称呼同志吧。那个洪学智同志、张文同志，坐。好，吴老乡同志，今天民主生活会是什么内容啊？同志们，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，是开一个党小组民主生活会。什么内容呢？就是说有些党员干部的行为，实在是不能不说道说道。刘双河同志啊，你先发言吧。这个主要是针对于洪学智同志他的这个错误。哎，你小子今天唱的是哪出啊？什么错误啊？哎，洪学智同志啊，这是党的小组会，你不能这小子的这么称呼刘双河同志。哎，双河同志继续说吧。那个，接着说。这个洪学智同志，他有着严重的错误，他这个错误要是不改正的话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他什么错误呢？他就是经常打孩子。嗨，我还以为是什么错误呢，就打孩子啊！哎呀，你们根本就不知道啊！你说我们这做父母的，谁舍得打孩子啊？谁也舍不得，但是不打不行啊！这孩子太调皮了。刘双河同志，你现在没有结婚，也没有孩子，你是不知道。你要是当了爹，你就知道了。那教育孩子是非常难的事儿啊！哎，你看，你这什么态度嘛你？哎，洪学智同志啊，你这是党的民主生活会，你就应该听听同志们的意见嘛。好，就是好。同志们讲吧。刘双河同志，继续发言。好，你打孩子这是大问题呀。往小了说，这是家长制的作风；你往大了说，这就是军阀作风啊！这怎么成了军阀作风了呢？这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不说了，我说完了。好啊，同志们继续说。那个，同志们啊，孩子犯了错误，能不能打？能。哎，不能打孩子，不能打孩子，不能打孩子，不能。这孩子犯了错呀，他就得一定。哎呀，好，你们说。今天啊，小虎子拿了警卫员的手枪出去玩，
是很调皮，是啊，但是不能打呀，对吧？毕竟是孩子嘛，啊，不懂事儿，犯了错误，咱们可以说服教育，对不对？就是不能打。对，你打出毛病了怎么办？就是。啊，孩子是咱们革命事业的接班人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行，同志们的批评，我接受。以后呢，我尽量的不打孩子，好不好？尽量，啊，那就说明你以后还有可能打，是不是？啊，不，洪学智同志，你这态度可不行。那你要我什么态度啊？洪学智同志啊，孩子淘气，咱可以说服教育，是吧？你不能说上手就打，是，小虎子是你儿子啊，你也不能说打就打，说骂就骂，这是在咱们共产党的队伍里是绝对不允许的。好，我接受同志们的批评，好吧？我以后保证不打孩子了。大家一片好心，我们心领了。啊，赵文同志啊，我们也要批评你，啊，你也爱打孩子。我什么时候打过孩子啊？不，这回你可说错了，组长同志，这打孩子都是我打他，他从来都不打。对，我每次打孩子，你不都看见了吗？那洪学智同志打孩子的时候，那你就应该立刻制止。对，你不立刻制止，你也应该吸取教训，对不对？你做他制止的厉害，就因为这事儿，我跟你说，他天天在家批评我，还给我开会呢，真的。就他那脾气，我能管得住吗？是，谁也管不住。你听着啊，他们都作证，以后啊，你要是再打孩子，我制止你，你得服从。是。行，那你看，这个首长和嫂子他们都已经承认错误了，咱散会吧，啊，回去吧，行，散了，回去吧。走，我还没说散会呢。哦，丁组长的啊，这个，同志们，这个今天这个会开得特别好啊。洪学智同志和张文同志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打孩子是错误的。我现在宣布一下，这个咱们这个党小组会啊，散会啊，散会。报告首长，林总急电通知您速到孟家楼，平津战役线司令部。吴老乡、刘少浩，马上出发。是。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，我军首先攻打天津，消灭天津敌人之后，再包围北平，迫使傅作义部队投诚，和平解放北平。这个战略好啊！是啊，打好天津攻坚战，对于整个平津战役和华北战局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。东野6个军及其全部炮兵都将参加天津战役。洪学智到，你部17师将参加天津攻坚战，待突破天津城防后，进入纵深进行接巷战斗。现在让他们从原集结地出发，在天津西郊炒米店一带集结待命。是。来，哎呦，坐这儿，来，这个放好。张文啊，那毛毯呢？是不是忘在老乡家了？啊，我忘告诉你了，昨天我把毛毯送给老乡了。哎呀，你怎么把那个送人了？
送其他东西不好吗？他们太可怜了，一家4口就拉扯着一床破被子过冬，我看着心疼，就把毛毯送给他们了。行，送就送了吧，真是舍不得。还记得吗？那是藏族兄弟送给咱们俩的结婚纪念。是啊，一晃都12年了。是啊，各位，你们都是黄石港工商实业界的精英，你们有的是实业家，有的是工程师，在工商管理和技术方面都是非常有经验的人。我军入城以后，执行毛主席制定的城市工作8条以及知识分子政策，非常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才啊！贵军在解放黄石港后，军纪严明，深得民心。我们工商业的各位同仁，一定要尽职尽责，与贵军共同发展经济，巩固新政。洪副司令啊，刚才听了您的话，很受鼓舞。来，我敬您一杯啊！我敬您，谢谢。您是工程师吧？鄙人不才，在黄石电厂工作。洪副司令，他是王工，他是黄石电厂的大工程师啊。哦，王工怎么称呼啊？鄙人叫王履才。王履才是。王工啊，这张报纸有一篇文章，作者署名王履才，是你写的吗？是我，多有得罪，多有得罪啊！王工啊，我看了你的报纸之后，心里一直很不安。王工啊，你这篇文章发表了之后啊，毛主席亲自过问了这件事儿。啊，这事儿还惊动了毛主席。毛主席打电报过问之后，我立刻派人到鞍钢调查了此事。这事儿给您添麻烦了。我今天请您来，可不是兴师问罪的，而是向您道歉的。道歉？没想到人民解放军是这样的队伍啊！那还愿不愿意再回鞍钢啊？当然愿意回去了，老婆孩子都在东北。好，那我尽快安排你重回鞍钢。洪副司令啊，这事儿给您添麻烦了，您不生气吗？啊，这不能说是添麻烦呐，应该算是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啊。全国马上就要解放，要建设新中国，除了依靠工农，也要依靠知识分子啊。洪副司令，您这样对待知识分子，让我感到前途一片光明啊！这些新的造船社都是我们刚刚运来的。师傅，这船什么时候能完工啊？最少要到3月下旬完工。要到3月下旬啊？是。这工期恐怕还得往前赶啊！3个月，要抓紧，还得3个月。啊，首长请。各位首长，现在啊，工人造船的积极性挺高的，日日夜夜加班加点造船，恐怕要再快一点。能不能在2月底完成？首长，这太难了。估计什么时候能全部造出来？最快要到3月下旬。好。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原定2月5日发动解放海南岛渡海战役，现在你看，船只太少，现造船也一时造不起来，还有很多准备工作来不及。大家看怎么办？船造不起来，无法渡海作战，时间需要向后推迟。是啊，船只不够。另外，我们要把所有的船全都造起来的话，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海上作战的训练时间呢。是啊，我军绝大部分战士都来自北方，不习惯坐船啊，一坐船就头晕啊。各位首长，我建议
要加强训练，尤其要训练水手。另外，在渡海作战之前，我建议先派小部队偷渡海峡，到达琼崖之后，与那里的游击队会合作战，取得渡海经验。为了这次渡海作战成功，恐怕我们要准备充分。毛主席说：“不打无准备之仗啊。”我建议要向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派个电报，推迟海战时间。这是一个大事，仅派个电报还不行，我考虑啊，还是派一个领导直接向第4野战军司令部林总去汇报一下。对，向林总汇报一下，当面听一下林总的意见。要不你去趟武汉，直接向林总汇报？我去？对，你去，你讲得清楚吗？好吧，既然首长们定了，那我就去。你到了武汉后啊，要详详细细地向林总汇报一下我们的准备情况，以及我们的问题，听取一下林总的意见。快去快回，这里还有很多工作需要你呢。是，向林总汇报完之后，我会尽快赶回来的。这是详细资料。你接到叶剑英同志的电报了？叶参作派我来，是想当面向您详细汇报一下情况。我们经过反复研究，觉得农历新年之前行动时间太仓促了，一是船只不够，二是训练也需要时间。时间短了，恐怕没有太大把握呀。毛主席就解放海南岛的问题，已经做了重要指示，准备在2月5日之前完成登陆作战的任务。现在看来，时间是来不及的，需要推迟到今年农历春节以后。你们的意见，我同意，但我不能决定。既然渡海作战方案和时间，中央军委和毛主席都做了决定，那你就照着办吧。是，林总，向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汇报，恐怕得您去了。不，你去。我去？你亲自向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汇报。林总，叶参作让我向您汇报，我汇报完了，任务就结束了。到北京汇报的事儿，应该是您4野总部派人去才对啊。不，就派你去，因为你从广州15兵团来，了解情况，别人去了说不清楚。好，那我就去吧。我什么时候动身？车票已经给你搞好了。林总，弄了半天，您早就准备好了这一手啊。接到叶剑英发来的电报，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好，我就不留你了，现在马上动身。是。首长。啊。少华，看什么报纸啊？这么专心。首长，你看这次叶参作叫你到武汉向林总当面汇报，林总呢让你到北京向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汇报。看来这次啊，你要去苏联了。瞎扯！我怎么会去苏联汇报呢？你看，这报纸上写着呢，毛主席现在已经出访苏联了。哦。总司令，洪学子，哎呀，1939年我们在延安一别10多年了。是啊，今天我们在北京见面了。是啊，老总啊，10多年没见到了，您还挺好吧？很好。来，坐。哎呀，昨天啊，我听荣臻同志说你到北京来了啊。是，总司令。林彪司令员派我来北京，哦，向中央军委和毛主席
汇报一下渡海作战的一些问题。哦，海南岛是华南重要的战略要地。我军志在必得。这个问题啊，事关重大。你们考虑的那些问题要推迟渡海作战，有道理。荣臻同志已经跟我讲了，这个事情啊，还要向毛主席汇报。毛主席到苏联去访问了？是啊，军委已经报告了在苏联访问的毛主席。还要等候毛主席的指示。我看这样吧，你在北京啊，再等一等，等毛主席回来了，你当面向他汇报，好不好啊？是。好，来喝水。好。哎呀，好啊，这趟任务啊，总算是顺利的完成了。有了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，有了林总的指示，咱们明天啊就可以顺利的回广州了。是啊，这20多天，你一直马不停蹄地奔波在京广线上，是时候啊，让你好好休息休息喽。首长啊，我给您沏杯茶。哎，晚上不喝茶，那茶呀，提神兴奋的，喝多了睡不着啊。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啊，就是睡觉。那您要是不喝的话，我可自己喝了。你喝，你喝，喝完了早点睡啊。是。你喝的什么茶？首长，你要是不喝的话就别问了，我就一个人享受了。哎，首长，喝之前先猜猜看，这是什么茶？六安瓜片。哎呀，首长，您真是没忘记咱们家乡的茶呀！你小子哪儿弄来的？街上买的。你这小子啊，哎呀，好多年没喝家乡的茶了，香吧？香啊，太香了。首长，转眼间咱们俩离开家乡，已经16年了。是啊，我都不知道我爹娘现在怎么样，家里啥情况了。我也不知道我大爷大娘，还有我姐姐，他们现在怎么样？哎，这离金寨特别近，要不咱回去一趟？我也想回家看一看。咱想到一块儿去了，首长。那这样，明天我找辆车，咱们有1天的路程就能回金寨了。这一次恐怕不行。咱们明天一大早啊，就得尽快赶回广州啊，要尽早把中央军委的指示带回部队去。就这2、3天的时间，应该不会耽误解放海南岛的事儿。不行啊，咱们得尽快回广州，叶参座还等着我呢。等到全国都解放的时候，咱们再回家乡看看。是。真想家呀！
这不想给家乡写封信吗？首长，我那2把刷子写的跟狗爬的似的。我帮你写啊。真的？真的。好啊。首长，来，你说，我写。说。爹，娘，您二老好吗？那一年，我跟着首长，那时候还不是首长呢。对，那一年我跟着学志大哥参加了革命，转眼已经16年了。那一年我离开家乡后，我就一直跟着共产党，打遍了天下，爬过了雪山草地，走过了25000里的长征，还打了8年的小日本。现在又大蒋介石。爹，娘，咱家现在变化了没有啊？咱们的乡亲是不是生活的好一些了呢？咱家还住在那几间小草房里吗？首长，你也想家了吧？我也想家了。